中国和不丹的领土谈判在取得进展，不丹决定呢归还我们3块土地。哎呀，这个消息一出来，印度那边可就是炸了马蜂窝了呀！他们认为这个被视为后院的不丹，如果是倒向中国的话，后果非常严重，甚至会导致印度北方那些省份的分崩离析。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你看，从上个世纪至今，我们和不丹已经进行了20多轮的有关边界的谈判。那不久前呢，不丹方面透露出一个消息，说目前谈判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两国之间只剩下1到2轮的谈判就能够完成这个长达20几年的边界谈判了。目前我们两国的争议地区主要涉及7个地区。目前呢，这个不丹表示可以放弃其中的像麦拉山口区宁玛地区和这个库拉岗日峰附近，以及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地区，这总面积这个大约1500平方公里的3个地区。你要说起来，这3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那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印度想钳制住这个不丹这个来引发和我们中国潜在矛盾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中国和不丹之间不能尽快的解决这个边境的争议，那就等于说将来给印度留下了一个挑事的这么一个口子。那现在如果我们能尽快的解决这个呢，就等于缴了印度将来向我们中国挑事的子弹，印度当然是接受不了了。而且他们还特别善于联想，他说你要是真是中国和不丹把关系搞好了之后，那坏了，不丹要是倒向中国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他们想的还非常非常的远。咱们说起这个不丹呢，它虽然不是很大，人口也只有800多万人吧，但是它的战略位置呢是非常的重要。想当年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他一直想把这个西藏给搞独立了，然后他把这个西藏地区呢作为未来直接钳制我们中国的前沿和一个缓冲地区。但是我们在建国之后很快就全境解放了西藏，这个是印度压根就没想到的他怎么会想到我们的新中国会跟这个把这个以前的这个清朝还有民国做不到的事情这么快就能完成呢？他没想到这一招因此呢没办法了，就要把这个面积不大的不丹当做一个中间地带，在某种程度上来替代他们想让西藏独立的这个作用。你当然这个作用你比不上这个西藏地区了，但是也好过没有这个印度独立之后呢，就继承了英国的这个战略，基本上这个完全对不丹形成了控制。你看，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是全部就控制了不丹，而且经济上也基本上是把不丹给养起来了。不丹呢也就自然成了印度的后院而不丹呢确实和印度又有很深的这种民族地理历史等等各方面的渊源。而且你在体量这么大、实力这么强的印度面前呢，你也只能充当这么个附庸。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和以外交层面，那印度就是控制的非常的死不丹的自主权那很少。你就比如说吧，你说这个其他国家要和不丹进行这个外交方面的联系，你必须通过印度驻不丹的机构，而不丹呢也不能随便跟哪个国家去建交。事实上，现在不丹跟很多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和我们也没有这个外交关系。现在随着咱们中国的发展，不丹呢他也看到了这个大趋势，开始借用我们中国的影响力了。你比如说不丹现在很多事情他就敢直接绕开印度和我们进行磋商这个弄得印度很难受。印度老说不丹你居然也敢跟我玩这个越顶外交了是吧你看现在不丹和我们的领土谈判就是我们双方直接在谈的，印度在那边干着急也没办法。当然了，不丹现在这种做法和我们积极的进行这种争议上的谈判，并不意味着就要抛开印度靠在我们这一边了。但是呢，不丹的独立性确实会大大的提升，这对我们来说相当有利，对地缘关系那也是非常的有利。而对印度来说，那就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意味着我们的中国影响力会逐步发散到印度北方边境，对冲印度，甚至呢会引发印度内部的变数。那当然，作为不丹，他也看到了我们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中印的博弈也会在逐步的加剧。那这时候呢，不丹希望能尽快处理好和中国的争议问题，以免将来被印度拿来当成对抗中国的子弹。其实不丹现在加快这个步骤，它是一种自保的一种预期。
而中国能够稳定发展的话，就能给不丹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带来更大的好处。简单说了吧，我们中国这棵大树啊，越茁壮的话，不丹的独立性啊就会越强，不必事事看着印度，被印度拿捏了。